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一桐新剧联手曾舜晞，同时直面他与程毅新作，因3大短板遭唱衰。娱乐圈瓜田再添新料，李一桐这位曾被戏称为万年不红的体韩女星，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握多部待播剧的香饽饽。但新剧扎堆上线的背后，暗流涌动。她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和云秀行如同2颗重磅炸弹，即将正面 battle， 火药味那叫一个浓。云秀行这部剧命运多舛，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2年前就该跟大家见面的，结果愣是被版权这俩字给摁住了。说是剧组当初没搞定日本小说《彩云国物语》的授权，直接就开拍了，这操作简直胆大包天。好不容易剧是过审了，但质疑声浪一波接一波。先是传出为了躲避版权炮轰，剧组被迫大改剧情，把好好一个故事改得面目全非。这还不算完，更有内部人士爆料，剧中竟然有李一桐当众 diss 曾舜晞饰演的皇帝不行的狗血桥段，直接把人雷晕。这剧情简直挑战观众的智商下限。雪上加霜的是，曝光的片花滤镜也是一言难尽，演员个个面如土色，精修路透都比正片好看100倍。李一桐这几年演了不少戏，从《射雕英雄传》到《狂飙》，资源是真不少，但就是差点火候。直到和刘宇宁合作的《书卷一梦》，才算是真正打开了他的任督二脉，成功晋升为流量小花。现在他手里的牌多了，但能不能把都打好，还真不好说。云秀行这艘船还没起航就漏水，也真是让人捏把汗。虽说这部剧在爱奇艺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但观众也不是傻子，剧情不行，制作粗糙，再多的流量也带不动。更何况现在观众的口味刁钻得很，动不动就吐槽工业糖精，剧情悬浮。云秀行要是没点真东西，怕是要被喷成筛子。云秀行这出戏真的像极了职场上那些半路出家的项目。起初大家信心满满，觉得能带干一场，结果一实施，才发现各种问题，版权问题、制作问题、剧情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坑。为了让项目上线，只能各种魔改，各种妥协，最后出来的东西早就和最初的设想南辕北辙。话说回来，演员阵容倒是挺吸睛。云秀行被冷藏的这2年，主演们都火速蹿红。曾舜晞凭临江仙圈了一波粉，邓为和戴露娃更是在《长相思》里大放异彩。王以伦和田嘉瑞也都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生。这群人凑在一起，光是颜值就够舔屏的了。但话说回来，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观众看剧更看重的是剧情、制作和演员的演技。如果云秀行只是空有其表，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云秀行能否逆风翻盘，关键还得看剧本身的质量。如果剧组能把剧情打磨好，把制作搞上去，说不定还能靠着这群当红炸子鸡翻身。但如果还是抱着流量至上的思维，那恐怕就只能落得个骂声一片的下场。话说回来，影视剧侵权这事儿在圈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有些剧组为了省钱，为了赶进度，就抱着侥幸心理，直接抄袭、借鉴别人的作品。这种行为，往小了说是道德问题，往大了说就是违法犯罪。云秀行的遭遇也给其他剧组敲响了警钟，版权意识要加强，原创才是王道。别总想着走捷径，小心一不小心就翻车。你觉得云秀行最终能靠什么吸引观众？是演员的颜值，还是剧情的反转，亦或是制作的精良？这部命运多舛的剧最终会走向何方？
李一桐新剧《云秀行》流量与质疑并存，前景几何？近几年，李一桐可谓娱乐圈话题体制的代表人物。出道多年，他主演的作品不少，但总被冠以资源不断却不温不火的标签。直到与刘宇宁合作的《书卷一梦》热度破圈，李一桐才真正实现了口碑与流量的双重收获。然而，他的新剧《云秀行》却在开播前就陷入了争议漩涡，让人不禁担忧这部剧能否顺利突围。首先，《云秀行》最大的争议点在于版权问题。据传，该剧改编自日本小说《彩云国物语》，但早期并未解决授权问题，导致项目迟迟无法上线。为了避免侵权风险，剧组对剧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原本丰满的世界观与细腻的人物关系被迫简化，故事脉络出现断裂感。业内人士甚至透露，部分桥段因仓促魔改，出现了逻辑硬伤，连主角间的感情线都显得生硬。对于观众而言，这无疑是一记重锤。如今的剧迷对原创与改编极为敏感，一旦有抄袭侵权的标签，就很难再获得纯粹的好感。其次是制作上的短板。从已经释出的片花来看，《云秀行》的滤镜和画质饱受诟病，演员们面色发灰，缺乏质感。不少网友直言路透比正片还好看。这在当下内卷严重的国产古装剧市场里，无疑是致命的缺陷。观众的审美早已被《长相思》《莲花楼》等高质量古装剧抬高，若剧组在美术、服化道、后期调色等环节敷衍了事，很难在竞争激烈的赛道中突围。第三，则是剧情与演绎的争议。有传言称，剧中存在李一桐饰演的女主角当众质疑曾舜晞饰演的皇帝不行的桥段，这种设定既显狗血又容易引发争议。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损害角色的立体性，还可能让观众出戏。尽管剧组汇聚了曾舜晞、邓为、戴露娃等当红演员，阵容堪称华丽，但演员再亮眼，也难以撑起一个逻辑残缺的故事。不过，《云秀行》并非全无亮点，其演员阵容的确吸睛。曾舜晞因《临江仙》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邓为和戴露娃更是凭《长相思》人气飙升，王以伦、田家瑞等人也都是近期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这样的新生代流量组合无疑自带话题度和讨论度。如果剧本能够在后续打磨中突出人物成长与情感张力，依旧有机会借助粉丝效应带动整体热度。此外，平台的支持也至关重要。《云秀行》虽然因版权问题延迟2年，但如今爱奇艺依旧选择推动上线，说明其内部仍对该剧的潜力抱有信心。据悉，该剧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100万，足以证明观众的好奇与期待。只是，观众能否从点击转化为追更，关键还是要看剧集本身的质量。在大环境下，云秀行的遭遇也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观众对原创的期待越来越高。粗暴魔改、抄袭拼接的作品已经难以糊弄过去。影视作品不仅是娱乐消费品，更是文化输出的载体。如果剧组抱着侥幸心理草率行事，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口碑，还有演员与平台的信誉。总的来看，云秀行的未来走向可谓悬而未决。如果剧情能在后续播出中展现足够的反转与惊喜，制作层面也能通过后期精修改善质感，加之主演们的高人气，或许仍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反之，如果问题依旧突出，那这部剧恐怕只能成为流量大集合下的空壳。李一桐在剧中的表现，也将成为观众与行业观察的重要焦点。他能否借此进一步撕掉资源咖的标签，真正凭演技与角色立住脚，还需观众用眼睛来检验。毕竟，在如今的影视市场，流量只是敲门砖，
长久的立身之本仍旧是作品质量与演员实力。云秀行能否走出争议，成为一部口碑佳作？这一切都还有待市场与观众的最终检验。